在中国西北的群山深处，有一座几乎找不到入口的村子，四面是几千米高的石壁，像城墙一样把它封在里面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外人想进去只能翻山，没有路，也没有指引。但奇怪的是，在这样一个地方，却一直有人生活，而且一住就是上千年。他们种地、放牧、修房子，像世界上任何一个普通村庄一样生活，但他们几乎从不离开。有人说，是因为这里藏着东西，金子、银子、天珠，一些被一代一代留下来的东西。村子里有人拿出过祖上传下来的银元宝，据说在过去家家户户都有，只是后来慢慢散掉了一些。但问题是，一个交通不便、高寒缺氧的地方，为什么会留下这些东西呢？他们到底在守着什么？他们的来历也因此变得更不普通。有人说，这里的人来自一支消失了1000多年的军队。公元8世纪，吐蕃东征的一支军队被派驻在甘南，后来王朝崩溃，他们断了归路，再也没有等到回家的命令。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噶玛洛，意思是没有赞普的命令，永远不许回去的人。于是他们留在了这里，被山包围，被时间遗忘，度过了1000多年。直到很久以后，外面的人才重新发现这个地方扎嘎纳，藏语的意思是白色石头的匣子，一座被石头封住的世界。如果你现在看地图，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并不算远，甚至已经有一条公路可以直接开进来。但真正走进去的时候，你才会明白，这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抵达的地方。车子刚开始还能在山间正常行驶，两边是起伏的草坡，偶尔能看到牧民的帐篷，一切都还像普通的高原。但很快路开始变窄，山开始变高，原本开阔的视野一点一点被压缩，两边的山体像墙一样立起来，车子在中间穿行。你会慢慢产生一种感觉，不是你在往里走，而是山在一点一点把你收进去。再往前，弯道变多，光线开始变暗，有些地方甚至要贴着山体慢慢通过。如果是过去没有这条路的时候，想要进来只能翻山，一座一座翻过去，没有方向，没有标记，走错一步可能就是悬崖。这里海拔接近4000米，天气变化很快，刚才还是晴天，很快就会被浓雾吞掉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很长时间里，外面的人根本找不到这里。直到某一刻，车子转过一道弯，山突然裂开了一条缝，光一下子涌进来，你会看到一个画面，整个村子突然出现在山谷最深处，四面是笔直的石壁，像道箫一样立着，中间是一片平缓的土地，房子、农田、树林全都被包在里面。这里一共只有1600多人，分散在东洼、叶日、达日、代巴4个自然村里，顺着山势一层一层的铺开。那一刻，你很难用村子来形容它，更像是有人在山里悄悄藏了一座城，一座没有城门的城。当地流传着一种传说，说这片地方是山神用拇指从群山中摁开的，但其实这片地形是来自很久以前的冰川运动，在这里留下了典型的 U 型谷、角峰和冰斗。这就是扎嘎纳，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石头城，三面绝壁，一面峡谷，唯一的出口被山谷死死卡住。如果不熟悉这里，你甚至不知道该往哪走。也许正是这样的地形，才让一群人可以在这里生活这么久，却几乎不被发现。他叫嘎斗酒，说话慢，走路慢，做什么都不急。因为在村子里，时间好像被放慢了，没有人赶着去完成什么。许多村民大都和他一样，他从中间走过，对每一块地、每一间房都很熟，哪一片山什么时候起雾，哪一块地是谁家的，这些事情不需要记，早就融在了日常里。他家在村子中间，一栋木头搭起来的房子，屋子里坐着几个人，是同一个家族的不同辈分。在这里很少有分开住的概念，几代人生活在同一空间里是很正常的事，没有人刻意区分位置，也没有明显的边界，所有人都在这里。孩子的头发被编成细细的辫子，上面挂着贝壳和铜钱，走动的时候会发出轻微的声响。这些东西没有复杂的解释，就像很多习惯一样，从上一代延续下来，被村民自然就接受了。屋子里很简单，木头和泥土构成了大部分结构，但角落里整齐摆放着铜锅、铜盆、铜勺，还有一些银饰。这些器具既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是一种储存方式。在这里，钱很少以数字的形式存在，它更多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西，比如铜、银和石头，它们可以被保存，也不会轻易消失。有人会把这个地方比作一个匣子，有些东西会被一代一代留在这里，至于是什么，没有人会专门去解释，很难说是人在守着这些东西，还是这些东西让人留在了这里。村子里的生活很安静，有人在地里干活，有人在修房子，没有人停下来张望，一切都在按照原来的节奏进行。
这里的土地不大，但在这样的山谷里已经足够稳定。四周的山挡住了风，也留住了一点温度，让作物可以慢慢生长。这样的生活并不轻松，但它很确定。每天要做的事情几乎不会改变，也不需要反复选择。时间在这里不是被安排的，而是被重复的，一天接一天，一年接一年。顺着山路往上走，就是刀吉顿住的家。山里的天气变化很快，雾和水汽常常在山谷里来回游走，把光线一层一层压低，也让屋顶长期处在潮湿和风雨之中。因此，屋顶需要反复修整。农忙一结束，他们就会上屋顶，把需要修补的地方一处一处处理。这样的事情在村子里很常见。几个人会踩在倾斜的木板上，把旧的屋面一点点拆开，再重新铺上去。因为这座房子已经有80多年了，所以很多地方需要反复加固。木板一层一层交错咬合，像鳞片一样铺开。铺完之后，再压上石头，用来防风。整整一个屋顶需要2-3千块木板，每一块都要手工处理。村子常年风很大，气温很低，因此房子首先要解决的，从来不是舒不舒服，而是能不能撑过冬天。如果没有现在这样的结构，房子很难长久地留下来。在有些地方，你还能看到半地下室的小屋，它们大多都是贴着地面建起来的，用来挡风避雪，也更容易保温。屋子里面依然是熟悉的结构，木头、泥土，简单的空间划分都围绕着最基本的生活展开。空间不大，但每一处都有自己的用途，做饭、取暖、休息都在同一个屋子里完成。外面的环境越复杂，屋子里的结构反而越简单。屋顶上的活不会很快结束，也不需要刻意加快节奏，一块一块铺上去，该做的事情做完就好。在这里，很多事情没有明确的开始，也没有清晰的结束，它们只是随着季节一次一次重复出现。这种重复不是停滞，而是一种被环境塑造出来的秩序。在村子另一侧，斑马刺里一家已经准备上山了。暑假刚开始，在外念书的孩子就回来了，家里一下子热闹了很多。趁着这段时间，他们决定一起进山，去林子里采一些蘑菇。山就在村子后面，不用走很远，但路并不好走，越往里土越湿，脚踩上去会有一点陷。树木也很密，阳光被挡在上面，只能零零碎碎地落下来。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60%， 植被覆盖率接近 90%。这条路他们已经走得很熟了，没有人需要停下来找方向。哪些地方容易长蘑菇，什么时候能采，什么样的能吃，什么样的不能动，这些事情他们从小就知道。斑马刺梨在一处林下停下来，蹲下身，用手轻轻扒开一层落叶，很快就从下面摸出一个还带着湿气的蘑菇。他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放进了背篓里。在这片山林里盛产着羊肚菌、灵芝等山野珍品，可食用的野生菌有40多种。对他们来说，这片山就像一个粮仓，但这个粮仓不是随便可以取用的地方。哪些地方可以去，哪些地方要避开，什么时候可以采，什么时候必须停，这些事情都有自己的规矩。这些规矩没有写下来，也没有人专门教，但生活在这的每个人都知道。你跟着他们往里走，会慢慢发现，这里并不是资源很多，而是他们知道该怎么用。山里的东西不会一次给你太多，但只要按他的方式来，他就一直在那里。有时候运气好，一上午就能装满1篓，运气不好，就什么也找不到。说这些的时候，斑马刺梨的语气很平，就像在说普通的天气。下山的时候，背篓里已经有了一些收获，不算多，但也足够了。没有人会急着再去多找一点，也没有人觉得少，够了就回去。你会慢慢意识到，这里的生活不是轻松，但它很确定。从山里下来之后，你会发现，这里的生活有一套很稳定的方式在运行，很难用一种身份去定义这里的人。他们既是农民，也是牧民，也会进山采集，是一种农林牧交织在一起的生活方式。在扎尕那，这样的生活几乎每一家都一样，吃的东西看起来简单，但其实很有逻辑。这里大部分时间气温偏低，更适合放牧，不太适合种太多蔬菜。牛羊肉用来御寒，也能提供体力。做肉的时候，村民们会用牦牛肉配一点猪肉，让味道更顺一些。油则多用存下来的老猪油，更耐放，也更适应这里的环境。青稞是最常见的粮食，做成糌粑，配着酥油茶，一天就能随便对付过去。村子里肉食不算日常的主角，但家里有牛羊，到了节日或者来了客人，牦牛肉包子几乎一定会端上桌。真正麻烦的是那些我们日常随便就能买到，但这里却没有的东西，烟、油、日用品都要从山外带回来。虽然路不算远，但山路弯多，天气一变就不好走，很多人会一次性买够，用很久才再下山一次。
以前小孩去上学走的也是一段很苦的路，孩子年纪小的时候，村里还能读，但条件简陋，老师少，教室也就，课本要几个孩子轮流用。再大一点，他们就要去外面的学校了，没有车接送，只能走路，天不亮就出发，翻山过沟，冬天路上有冰，夏天雨大河水涨。有的孩子住在学校，一学期才会回来1-2次。家里人会算着日子，什么时候该送，什么时候该准备干粮，什么时候孩子该回来了。有时候草场不够，他们还会向周边地区借牧，把牛羊带到别的山里去放。这些方式不是临时的选择，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经验。春天种地，夏天放牧，秋天收获，冬天修房子，一年一年都是这样过来的。这种重复不是停滞，而是一种有节奏的延续。当某些固定的日子到来的时候，分散在各家的事情会聚到一起，变成所有人共同参与的行动。没有人规定该怎么做，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在什么时候出现。正是这种延续了上千年的生活方式，让这里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，成为中国第12个入选的地方。但这些称呼对这里的人来说并不重要，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。这是这里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——插箭节。人会慢慢聚齐，草地中央会立起一个1米多高的箭台，四周坐满人。有人把青稞面一把一把倒进火里，焰慢慢升起来，带着一股干燥的香味。僧人诵着经，声音低而稳，像是在和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对话。风常常把经幡吹得烈烈作响，铃声、火声、诵经声就这样混杂在一起。你若在现场，一定很难分清这是一个节日，还是某种更早以前就存在的仪式。当诵经结束，人群会一下子动起来，有人把手里的龙打往空中一撒，彩色的纸片被风卷起，在空中翻飞，所有人同时高喊，声音整齐而有力。紧接着，男人们会拿起手里的刀和剑，围着箭台一圈一圈地走，步伐越来越快，喊声也越来越高。那些动作不复杂，却很有力量，像是在重复某种固定的节奏。更让人难以忽视的是那些孩子，孩子也会在队伍里，他们的刀几乎有自己半个身子那么长，举得很费力，但依然跟着大人的节奏，一边走一边喊，声音不够响，动作也不够标准，但不会停下来。这不是练习，而是一种延续。没有人专门去教，但他们会在这样的场合里一点一点学会。这一切看起来既熟悉，又有些不属于现在。那种秩序，那种节奏，更像是从很久以前留下来的东西，一直被保存在这里，没有被打断。你站在草地边，看着那些人慢慢散去，有人把剩下的青稞收起来，有人把刀插回腰间，有人把孩子叫走。刚才那种强烈的仪式感很快就消散了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村子重新变回那个安静的样子，风吹过草地，牛铃声从远处传来，一切又回到了日常。你会忽然产生一种错觉，好像刚才看到的那一切不是过去留下的，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。这里没有被时间停住，但时间在这里走得和外面不一样。外面的世界在不断变化，不断加速，而这里更多的是延续。如果只是看到这些，很难解释它为什么会存在。但当这些细节慢慢连在一起，问题也开始变得清晰起来。为什么这里的地形像一座城呢？为什么出口只有一条呢？为什么他们的生活会强调集体？为什么这些仪式带着明显的战斗意味？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，说这里曾经有一支神秘的部族，在山中修建了高大的城墙，把整个地方围起来，像一个巨大的盒子。但如果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，它可能并不只是一个传说。公元8世纪，吐蕃东征的一支军队奉命驻守甘南，王朝崩溃后断了归路，永远留在了这座石城里。他们被称为噶玛洛，意思是没有赞普的命令，永远不许回西藏的人。时间过去，军队不再是军队，他们有了家，有了孩子，与当地人融合，变成了今天生活在这里的村民。但有些东西并没有消失。你在前面听到的那些说法，金子、银子、天珠，还有那些被一代一代留下来的银元宝，其实并不是没有来历。如果只从军队留下来这一点，还解释不了另一件事，为什么这里会有财富留下？其实很久以前，这里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地方。穿过这片石城的那条峡谷是一条重要的通道，南来北往的商队会从这里经过，在这里停下来歇脚补给，然后再继续往前走。时间久了，这里慢慢变成了一个中转点，货物在这里交换，银子在这里流动，也有一些东西被留在了这里，一部分被带走，一部分被留下。再后来，那些留下来的人也把这些东西一代一代留了下来。你再去看那些被保存下来的银锭，就会明白这些东西并不是突然出现的，
而是时间一点一点堆出来的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人一直不愿意离开。你再回头去看刚才的一切，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里的很多习惯都带着一种不太一样的气质。这里的房子讲究稳固，像防御；这里的人更看重集体，像部队；这里的仪式强调秩序和力量，像训练。甚至连留下来这件事本身就带着一种被命运固定住的意味。这里并不是他们一开始的选择，而是后来这里变成了他们唯一的世界。扎尕那藏语叫是匣子，一座天然形成的石头城，三面绝壁，一面峡谷，唯一的通道隐藏在山谷里，一住就是1000多年，与外界几乎隔绝，直到100年前才被外面的人记录下来。对于外面的人来说，这里像是一个被发现的地方，但对他们来说，这里从来没有被发现过，因为他们一直就在这里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让人觉得特别，不是因为它与世隔绝，而是因为它在隔绝中保留了一种已经很少见的生活方式。你以为他们被困在山里，但他们其实只是没有离开自己的世界，反而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离开。走在村子里，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在按自己的节奏运行，但这种节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这些年，这里开始慢慢有了一些变化，最直接的是路修通了。现在通往这里的是江叠公路 G248 线，全长100多公里，被很多人称为中国最美的一段山路。过去进出都要翻山，现在车可以直接开进来，原本封闭的空间被打开了一条通道，人也开始变多。10年前一年只有几万人来，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几百万。原本安静的山谷开始变得热闹起来，村子里有些房子开始改变用途，有人把原来的住屋稍微改造，变成可以接待外人的样子。木头结构还在，轻科架还在，但窗户被打开得更大，房间也变得更明亮。有人开始做民宿，有人做餐饮，有人带路做向导。年轻人也在发生变化，才让就是其中一个。他刚刚高中毕业，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学，暑假没有离开，而是留在村子里做向导。他走在前面，脚步很轻，好像对每一条路都很熟，哪里可以走，哪里不能走，哪一段会有风，哪一段容易起雾，他不用想就能说出来。有时候他会停下来，从路边摘一朵野花，递给队伍里的人，也会指着远处的山，说出一个名字，再讲一个只有这里才会有的故事。走到一段开阔的地方，他会突然唱起歌来，声音不大，但很干净，在山谷里慢慢传开。他是从这里长大的人，也刚刚走出去，看过外面的世界，但他又回来了，站在两种生活之间。有时候他会拿出手机给游客看他拍的视频，山、云、村子，还有那些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，被他记录下来，发到外面的世界里。像他这样的人并不止一个，回来的人会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。他们懂得经营民宿，会改造房间，让整片山景直接进入室内，也会设计餐饮和服务，让这里不仅能住，还能被记住。在岱巴村有一个叫道杰东主的人，以前靠放牧，一年收入只有几万元，后来他把自家的房子改成民宿，收入一下子翻了很多倍。这样的变化不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，而是在这个村子里慢慢变成了一种新的选择。但这些变化并不是推倒重来，而更像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延伸。村子里的房子还是原来的样子，踏板房、木结构、传统的藏式布局都还在，很多生活方式也没有消失，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多了一些新的可能。你依然能看到有人在地里干活，有人在山上放牧，有人按季节进山采东西，很多事情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在继续。这里没有被改变成另一个地方，它只是在原来的轨道上慢慢长出了新的部分。当你的车子彻底驶出那条山谷的时候，信号会开始恢复，手机重新亮起来，消息一条一条跳出来，一切都回来了。你熟悉的世界、节奏、信息、声音都在瞬间重新接管你，但刚才在山里的那段时间却好像被切割出来了一样，很短，却又很完整。你会忍不住去想，那些人为什么没有离开？1000多年前，他们或许也想回去，等过命令，等过消息，等过一个可以离开的理由，但最后什么都没有等到。于是他们留下来，在一座石头围起来的地方，一点一点把生活搭起来，种地、放牧、修房子，再把这些一代一代交给后面的人。到今天，他们已经不需要再问要不要离开，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他们的世界，而我们只是短暂地走进去看了一眼。你以为他们被困在山里，但也许是我们已经走不回那样的生活了。1000年前，他们在等一条回家的命令，1000年后，他们没有等到，于是他们不再等了，他们把这里变成了家。
本期眼见中国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